儿子首次领着女友踏进家门，却让老父亲瞬间石化。原因竟是这女孩是他年轻时的初恋情人。父亲条件反射般喊出了初恋的名字，女孩连忙澄清那是自己已故母亲的名字。老父亲意识到自己失态，连忙转换话题。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儿子的女友正是他魂牵梦绕的初恋，而他青春永驻的秘密，竟源自一场不可思议的车祸。女孩名叫安妮，曾拥有令人羡慕的生活，有深爱她的丈夫和乖巧的女儿。但丈夫在一场意外中离世，安妮悲痛欲绝，独自驾车出游，却不慎遭遇车祸。车身瞬间被冰冷的河水吞噬，刺骨的寒冷让他陷入昏迷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划破天际，数亿伏特的电流奇迹般地唤醒了安妮。自那以后，安妮仿佛被世间忘记，她的容颜永远定格在了20多岁的模样。20年光阴如梭，安妮依旧青春靓丽，走到哪里都是焦点，甚至与女儿同行时常被误认为是姐妹花。面对他人羡慕的目光，安妮总是报以灿烂的笑容。直到有一天，安妮因违章停车被交警拦下，交警查看证件时，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。证件上显示安妮已45岁，可眼前的她分明是个年轻貌美的少女。安妮深知，一旦容颜不老的秘密曝光，必将引来无尽的麻烦。为了保护自己和女儿的安全，她毅然决定离开熟悉的家乡，改名换姓，重新开始生活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在新的环境中，安妮依然难以摆脱过去的阴影。安妮又一次成为了警察的追踪目标，打算强行将安妮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。由于恶劣的天气状况，飞机无法按时起飞。趁着警察与机场工作人员交涉的空档，安妮偷偷从汽车后备箱中溜了出来。这一刻，她深刻意识到自己那永不衰老的容颜，并非上天的恩赐，而是无情的诅咒。为了不被发现，安妮不得不与女儿含泪告别，每隔10年便更换一次身份和住所。就这样，安妮在躲躲藏藏中度过了漫长的60年。女儿已从青春少女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妇，而她却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模样，没有丝毫变化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安妮也曾心动过，但当她看到心仪之人拿着戒指准备求婚时，那个关于诅咒的念头再次涌上心头。她明白自己永远无法像普通人那样与爱人携手到老，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人老去离世。想到这里，安妮选择了逃避，从此封闭了自己的心门，不再奢望爱情。但天生丽质的她身边总是围绕着众多追求者，无论对方的条件多么优越，安妮都只是淡然一笑。直到一个名叫泰勒的男人出现，仅仅是一个眼神交汇，安妮那颗沉寂已久的心竟再次泛起了涟漪。但当她注意到泰勒身边已有女伴时，不禁自嘲地笑了笑，收起了心中的那份悸动。舞会结束后，安妮准备乘坐电梯离开，没想到泰勒竟鼓起勇气追了上来。他急忙解释刚才的女孩只是普通朋友，并厚着脸皮向安妮发出了约会的邀请。但安妮清楚他们之间注定不会有结果，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。但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。第二天，泰勒在图书馆意外地再次遇到了安妮。得知安妮在这里工作后，泰勒当即提出愿意捐赠一批书籍，但条件是安妮要答应与他约会。安妮本想拒绝泰勒的纠缠，但泰勒的坚持和执着最终让她勉强同意了。泰勒带着安妮来到一处神秘的地下洞穴，里面摆满了沉睡多年的古老房屋模型。泰勒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他们的历史，安妮听得如痴如醉。在随后的交谈中，安妮逐渐被泰勒风趣幽默的气质所吸引。泰勒趁机邀请安妮共进晚餐，在泰勒热烈而充满诗意的追求下，安妮的心房终于土崩瓦解，将长久以来困扰她的时间诅咒抛诸脑后。泰勒的出现犹如一束温暖的光芒，穿透了安妮长久以来笼罩在灰暗与孤寂中的生活。于是安妮来到了泰勒的家中，两人进行了第一次约会。泰勒的温暖细心让安妮无法自拔，两人也终于迈出了这一步。两人的缠绵也让安妮压抑多年的情感得以释放。但第二天，安妮回到家后，陪伴安妮多年的老狗此刻已奄奄一息。兽医沉重的话语如同冷水浇透，告知安妮狗狗年岁已高，身体机能已经衰竭，不忍见它再受病痛煎熬。安妮含泪做出了安乐死的决定。狗狗的离世再次让安妮深刻意识到，背负时间诅咒的自己或许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份珍贵的爱情。安妮的内心痛苦与挣扎，让她无法再面对泰勒，最终提出了分手。泰勒满心困惑，不知为何仅仅一夜之间，
安妮的态度竟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，而安妮心中的苦楚只能向女儿默默倾诉。I'm just tired of running. Then stop. Nobody's chasing you anymore. Anyone who is ever suspicious is long dead. Don't you miss having someone to love? It's been such a long time. If I had your looks and your energy, I'd fall in love tomorrow. I really would. I did meet someone. I told him to leave me alone. Tell him you're sorry. Tell him you made a mistake. I can't. I'm leaving. Come on. If you won't do it for yourself, do it for me. 女儿的安慰如同一剂良药，渐渐抚平了安妮心中的创伤。她鼓起勇气，主动找到泰勒，为自己之前的冷漠态度道歉。泰勒非但没有介意，还带着她看望星空，两人的感情也更近了一步。泰勒还计划带着安妮回老家，安妮也欣然同意。次日，两人回到家后，泰勒郑重其事地向家人介绍，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出现了。泰勒的父亲竟一眼认出了安妮，那是他年轻时深爱过的女子。Jenny, actually. 泰勒的父亲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连忙澄清，因为安妮的模样让他想起了一位老朋友。安妮则顺势说阿黛琳是自己的母亲，众人皆感叹缘分的不可思议。但当泰勒的父亲得知阿黛琳已离世，他脸上瞬间写满了失望，回想起初次遇见初恋时的一见钟情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安妮的车抛锚在路边，泰勒的父亲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Everything I could to get this thing started. It won't work. All right, all it needs is a push start. Lose the brake, I'll give you a push. Thank you. Okay. Thank you. 就在泰勒的父亲以为两人就此错过，没想到安妮竟然折返了回来。随后的时光里，两人相谈甚欢，感情迅速升温，直至无法自拔。泰勒的父亲甚至决定向安妮求婚，可安妮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这件事成了他心头的一道疤。如今得知挚爱已逝，泰勒的父亲沉浸在深深的哀伤之中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要出意外了。他们在一次闲聊中，泰勒的父亲偶然注意到安妮手上的疤痕，疑虑再次涌上心头。那道疤痕他记忆犹新，因为当时两人在野外约会的时候，安妮不小心弄伤了手，当年正是他亲手为安妮包扎的。他急忙跑到仓库，翻出以前珍藏的照片，仔细比对后，更加确信安妮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初恋。泰勒的父亲立刻找到安妮，直言以识破她的身份。I know who you are, Adeline. The scar. The same scar. I stitched it myself. 面对质问，安妮无奈之下吐露了自己的秘密。And then one day I just stopped. I wanted to tell you so badly. But I couldn't. I would have been a... Curiosity. That's why you left. That's why you disappeared. 泰勒父亲听后震惊不已，安妮本能的想要逃离，但泰勒的父亲却劝说他勇敢面对。为了泰勒，这一次不应再逃避。可安妮还是无法面对，逃离了此地。她跑回屋内，写下了告别信后，然后驾车离开。Adeline, don't. Adeline, please. Adeline, please. Adeline. 而泰勒看到安妮的信后，急切的想要去追，却被父亲叫住。She's gone. What just happened? What is this? She can't explain. Listen to me. Do you love her? Yes, How do you know? because nothing makes sense without her. 这一次，老父亲不想让儿子和当初的自己一样，他让泰勒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爱情。而此时，安妮正驾驶着车辆在公路上疯狂地疾驰，她的思绪却飘回了过去几十年那颠沛流离的生活。她回想起了女儿的劝告，心中不禁泛起一阵波澜。安妮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应如此，即便无法与爱人携手白头，也至少应该活得无愧于心。当安妮终于想通这一切，准备掉头返回时，一辆突如其来的卡车与她相撞。泰勒赶到现场后，安妮已经陷入了昏迷，他急忙为安妮进行心脏复苏，可一切努力都似乎徒劳无功。直到医护人员带着高压除颤仪赶到，在电击的刺激下，安妮才缓缓恢复了意识。那一刻，她仿佛又回到了80年前那场改变她命运的事故之中。不久后，
安妮在医院醒来，看着一直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泰勒，她终于鼓起勇气向他坦白了一切。两颗心在这一刻紧紧相连，仿佛找到了彼此的归宿。很快，安妮的女儿也闻讯赶到了医院，看到泰勒在场，女儿谎称自己是安妮的奶奶，安妮却微笑着打破了这一谎言。He knows. 年迈的女儿听后忍不住喜极而泣。这么多年来，安妮为了保守这个秘密，一直过着孤单的生活。如今，终于有人能够与她共同分担这份重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安妮终于能够安定下来，与爱的人共度余生。不久后，安妮准备与泰勒一同出席一场宴会。在整理妆容时，她意外地发现了一根白头发。或许正是这份双向奔赴的爱情，才终于打破了缠绕在安妮心头长达80年的诅咒。她深知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这份真挚的爱情都将永远闪耀在他们的生命之中。人生最幸福的事，就是与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。